嘛？云堂，哪儿都不许去！爸，你知道我是要上庭作证的，还好意思说？你陷害了无辜，你还陷害了你自己的未婚妻。来人呐，把他那个什么平郡小院给我封掉，以后一步都不让他进去。我要为清平报仇，我绝对不会放过真凶的。一派胡言！来人呐，把他抓起来，把他关进柴房里去。爸，左部少爷。滕玉婉，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了。今天我能站在这里，是源于一句承诺，因为我相信世间还是有公理的。清平小姐被杀时，我恰巧闯进现场，在我还没看清凶手容貌的时候就被打昏了。凶手还将一把手枪塞在我的手里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清平小姐已经死了。如果我真的杀了清平，那我的杀人动机何在？我又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逃走呢？巡捕房的警长已经证明我是自愿入狱的，因为我相信法庭能够还我清白。在监狱里，我险些被杀人灭口，我的存在让真凶夜不能寐，所以我的生命才岌岌可危。这些都是我被陷害的明证。真凶到底是谁呢？阁下，难道这不该是贵租界巡捕房的工作吗？在你们的租界内，中国人已经备受盘剥，难道还要替巡捕们执行探案的职责吗？杜允堂先生指证，你与清平早就有交往。你是出生于一个皇族的大家闺秀，她是一个出生于暧昧场所的养女小妾，你怎么能跟她交上朋友？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在你们这种不正常的交往背后，可能隐藏着你的杀人动机。阁下，我是圣约翰画院学生自治会的发起人之一。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大游行，我曾经走在第一排，这样可以满足您的好奇心了吧？我和清平交往，是因为我相信人人生来平等，每个人都有获得尊重和自由的权利。说的太好了，肃静，肃静。由于证人杜允堂先生没能出席法庭，本案证据严重不足。本席判决滕玉婉无罪释放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！
这是苍天有眼，祖宗显灵啊！显灵了，显灵了！童小姐，你的辩白实在太精彩了。我这次来是为我儿子杜允堂向童小姐道歉的。他呀，幼稚偏激，基于所谓的义愤，基本上他对你是没有恶意的。希望你千万不要记恨他。杜伯伯，您客气了，谢谢您的慷慨相助，我不会记恨任何人的。谢谢你。少爷，少爷，有听审结果了吗？童玉婉有没有说出真凶啊？童小姐无罪释放了。无罪释放？那真凶是谁呀？我不服！搞什么呀？你搞什么呀你？少爷，这是我从评剧小院偷偷拿回来的，你看一下。就是为了清平，童玉婉也休想进杜家。把那个不孝子给我绑过来！我把你关起来，我是希望你能清醒清醒。我没想到，你竟然这样来报答我！父母22年的养育之恩，难道就不能成为你一点的牵挂？你竟然要逃跑，要离开这个家！我就要离开这个家，我就要环游世界，我就要去寻找新的大陆，呼吸新鲜空气。你留恋金屋，纸醉金迷，我没打你；你用钱陷害童家小姐，我没打你。你要离开这个家，我就不行，我就不行，我就不行，我不行。是童玉婉害死了清平的，我要替清平讨这个公道。我有问题吗？我有错吗？清平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她是金夫人的养女啊，她是权色交易的香儿，你偏要纠缠这种女子，你是自作孽呀！我打你！清明是我见过的内心最清纯的人，他从来不懂什么叫阴谋算计。他是最真实的，他是最真实的一个人。你还不知道回头，我打死你！我打你！老爷，老爷，你别再打了，要打就打死我好了。儿子死了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我向来主张以礼教化子女，不主张用封建家法。可你看他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我能不打他吗？行吗？老爷，你怎么打他，怎么管他，我都顺着你。可是你这样，你会把他打残的呀，老爷。好，过2天是童小姐的生日，你亲自把这个不孝子的庚帖送到童家去。我跟沈将军说过了，童玉婉是他的未婚妻，所以我言出必行，他一定要跟童玉婉成为夫妇。老爷，童玉婉进过监狱，她的名声不好，你是知道的，老爷。你懂什么？童小姐在法庭上落落大方，更坚定了我对她的看法。先别说童小姐，她的聪明大气能教化这个不孝子。你知道吗？她家的老宅就在金邦街旁边，最具升值力。
要是我们两家联姻的话，杜统两家100年不倒。市中心区的地皮都快开发完了，也只剩童家这一块老宅子的宝地，而且他又只有这一个女儿，这将来的一切不都是咱们的了吗？允堂，你对他有一点好感吗？轮不到他好不好感。我说过，我的儿子一定要娶童小姐，童小姐必须是我杜家的儿媳妇。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就不喜欢她，我就不娶她做我的妻子。你敢？要是你这么强迫我的话，我瞧他以后生不如死。你。